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们什么时候能够在事业上面取得成功？而想要取得事业成功的关键是什么？有什么指引啊？在我们这组牌里边能够给到你们的。那在我们面前呢有三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星币一，你们的身上有一颗巨大的星币，这意味的是你们可能已经拥有了某种宝藏和资源而不自知。那么这种资源和宝藏和你们的工作有关系，和你们能接触到的人事物有关系。举个例子啊，假如说你们是一个导游，每天能够接待很多的游客，但是你们现在想，如果想要赚更多的钱，可能就要接更多的游客，赚更多的钱，花更多的时间去带旅行团。但是呢，其实你们每天接触到的这些游客，它也是一种资源，你们可以把这种资源收集起来，比如说准备一个微信，把这些游客的个人微信收集起来，然后在朋友圈去出售某种商品啊、特产。这个时候，你们的这种因为工作而接触到的庞大的人际关系网，就能够变成你们自身的一种生产资料。当然，我只是举一个例子，这张牌就告诉你们，你们现在已经拥有了某种可以变现的资源了。所以说，把这种资源转化成为某种财富，它需要你们自身具备足够的认知，能够意识到你们现在所拥有的某种资源，并且把它转化，并且用一种合理的方式把它转化为财富，你们的事业就能够取得成功。第二张牌呢是魔术师，你们在事业上的腾飞或者说取得成功是需要有非常强的行动力的，就是说，你们自身的超强的执行力会成为你们事业能够达到上限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而且呢，在这种执行力的过程当中，它一定会有大量的试错，很多时候都是歪打正着，所得到的一种意料之外的馈赠和财富。所以说，你们需要用自身的行动力去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不断的试错。你们一定要拥有一种勇气，这种勇气就是能够敢于尝试一些暂时超出你们能力的事情，即使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可能会面临到一些焦虑啊、不确定，但是你们能够发自内心的相信，你们有能力去克服困难，采取行动，最终抵达目标。那这个目标可能不是特别的高，但是他们会提升你的能力，发挥你的价值。那么，这种在执行自己的想法和意志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需要对抗的就是自己的拖延。那么这里给你们提供一种方法，叫做3分钟启动法，就是你们要对抗自身的这样的一种懒惰和拖延。先不要去想整体的任务，因为想整体的任务，它会给你们在心理上面施加一种负担，就是你们一旦想到那个整体的任务，你们一个很宏观的很大的目标，可能就会打消你们行动的积极性。所以在这里呢，你们要做的就是，当你们有一个想法之后啊，直接先做3分钟。行动本身是有惯性的，踏出第一步往往是最难的，但是只要你们开始做，就能够用行动缓解你们自身的焦虑啊。可能说你们一旦进入状态，一转眼工作已经完成了一半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你们就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良好的工作惯性。那么第三张牌呢是 Knight of Swords， 宝剑骑士啊。你们需要找到一种正确的工具啊。举个例子啊，就好比你们从一个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你们可以选择走路去、骑车去，或者说找一个司机开车带你们过去。你们利用怎样的工具，将会决定你们计划实现的可行性、实现的效率，以及它所花费的时间成本啊。找到一种适合你们的工具，提升你们的工作效率、生产效率。并且呢，这个宝剑骑士的话，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你们要顺从整个世界，或者说顺从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和趋势，不要去对抗趋势，而是要利用趋势，顺从趋势，实现你们自身价值的最大化。就好比是现在互联网的普及啊，可能大家购物都是从网上购物，但是你们要把更多的思维放在
你们在互联网上能够售卖什么样的产品，而不是依然停留在，如果说你们要做一个生意或者说创业啊，去开一个实体店，花很多的钱租一个门面来招揽生意，不仅要埋头干活，更要抬头看路，看到这个世界的发展趋势、发展的方向，你们才能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位置啊。所以说这个宝剑骑士呢，我觉得就是暗示着你们未来事业上的腾飞，是因为你们能够找到一个个人能力圈和当下发展趋势的黄金交叉点。比如说你们的口才很好，表达能力很强，正好又能够赶上互联网直播的风口，就能够一飞冲天。同样，你们也能够在接下来找到一个能够和你们自身能力匹配的位置，才能够最大化的释放你们的天赋。那么第4张牌呢，力量牌。力量牌的话呢，你们更需要做的是借助某种力量来实现你们的目的。这张牌呢，有一点像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觉得可能在事业上面要取得成功的话，它很可能是你们在接下来会找到一个适合你们的平台，这个平台有着很丰富的资源，你们能够站在这个平台上，借助这个平台的力量，接触到一些你们之前没有办法接触到的圈层资源，改变你们自身的认知。当然，这头狮子也象征的是你们在接下来事业的发展，如果要取得突破，要打通你们的认知二脉，实现2次的成长啊，这个力量可能是你们需要一种贵人的帮助啊，在事业上的成功，它得益于你们的潜力和价值被某个贵人看到，会产生一个合作和利益共赢的机会。力量牌呢，其实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够让你们走得更远，看得更远啊。所以说，就是在提醒你们不要单打独斗，要学会合作共赢，能够极大的缩短你们在事业上面取得成功的时间周期。那么这张隐士牌呢？隐士暗示着你们要熬过人生当中的一个寒冬。如果说在春天播种，那么冬天才能够迎来收获，它的周期可能要在10个月左右的时间啊。隐士牌就是你们做的这件事情啊，做到后面就是比谁更能够熬得住，在一个可能说非常不利的大环境下，很多人都像你们一样啊，是在春天开始播种，但是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坚持到冬天，熬过整个冬天。所以说，事业上面的成功，它不是局部的成功啊，它是看谁能够坚持到最后。它不是100米赛跑啊，它是马拉松，谁能坚持到最后，谁能熬到最后，谁就是最终的赢家。在事业层面上，其实这组牌有一点大器晚成的感觉。你们要成为一个长期主义者，坚信你们做的事情它能够不断的复利，不断的积累。如果要熬过这个寒冬的话，你们一定要让自己拥有一种战略储备的意识啊，努力的实现在最差的时候你们依然能够赚到钱的这样的一种类似于救命稻草一般的收入，为自己提供一种生存的冗余，才能够去进行更多的试错。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一定要有一种逆周期的思维啊，就是在别人即将要放弃的时候，恰好是你们弯道超车的时候，恰好是你们能够收集战略品、收集资源的最佳阶段。所以说，这张隐士牌它也有一种人弃我取的逆向思维，别人都放弃的时候，恰恰是你们的机会。甚至你们自己也马上要放弃，或者说产生了这种放弃的念头的时候，往往会产生那种绝处逢生的机会。权杖10啊，我觉得暗示着你们的事业可能现在正在某种起飞的临界点上面啊，但是有某种东西拖住了你们，就是有一个很沉重的东西，你们在拉着一个很沉重的东西往前走，类似于本来不应该你们承担的责任或者说负债，现在压在了你们的身上，你们必须要做一个切割，划清界限。也可能是你们自身某种心理包袱啊，害怕失败，不敢尝试，结果导致固步自封。一定要卸下这种心理包袱，现实层面的重担，才能够让你们在事业上面一飞冲天。那么这个星币8啊，你们在事业上面取得的成功，它是需要不断的重复的训练的，不断的重复的做着某件事情，也许是训练某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技能，或者说某个不起眼的工作内容，但是通过不断的重复的训练，你们就可以把看似某个微不足道的不起眼的东西做到极致，训练到极致。
即使是在一个很细分的领域当中，你们也能够成为最优秀的那一个。如果不能够从0到0.1，那么就永远没有机会做到从1到1个亿。所以说，伟大的开始，一个伟大的事业，它往往源自于你们不断的重复的做着某件事情，把某件事情做到极致，它也往往会有着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所以说，在事业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不断的重复和循环，绝大部分的时间你们可能都有一点迷茫，但是呢，会出现那么1-2个闪光点人生的高光时刻，能够让你们完成巨大的飞跃这个巨大飞跃所带来的成功，它一定是源自于你们不断的重复的做着某件事情，刻意练习，让它实现了一种复利效应。那么这张牌呢，它其实有这样的一种暗示吧，就是你们已经在某个临界点上面了，你们要持续的去做那些你们认为正确的事情。这张星币9在你们熬过那个寒冬之后将会迎来一个新的春天。你们会看到希望的曙光。星币9呢，其实它其实也暗示着你们在之前不断的重复的磨练的自身某种技能，或者说核心竞争力它是可以升值的。比如说这个技能，它会随着时间的加持，让你们拥有越来越强的竞争力，会成为一个领域当中的手艺人，做出某种极致的艺术作品，给你们带来更多的声誉和名望，然后实现一种正反馈，就是越多的声誉和名望会给你们带来更多的业务，而这种业务会加速你们去磨练你们自身的这种核心竞争力。当然也有可能是你们即使在一个寒冬和低谷期，也不断的去在你们某种看好的资产里边持续的投入，当春天来临的时候，它就可以大幅的升值，让你们实现财富自由。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首先第二组牌我们抽到的这张宝剑2，这暗示着你们在事业上面可能会有一个巨大的分岔路口。你们会在这个分岔路口当中完成一个选择。这个选择的话呢，可能会在2023年，或者说最晚在2024年出现。你们会通过这个选择完成一种身份上的转变，可能会涉足到一个新的领域和行业。一部分人会跨界，同时去做2个独立的项目，但是这2个独立的事情它会有一种协同效应，就是一件事情的发展可以带动另一件事情。这个举个例子的话，就好比有一定心理学基础的人可能更擅长于销售领域，或者说更擅长于扩展人际关系。那么这个其实就是看似独立的2个领域它往往会有一个交集，它需要就是在2个不同的领域当中，它需要有某种通用的能力。所以说你们在一个领域的天赋可能会让你们在另一个领域当中具备某种优势。所以说宝剑2呢，你们要拥有的是一种能够跨界的思维，跨界的意识，结合自己的能力，把自己的优势、认知、精力整合起来，才能够大放异彩。那么第2张牌呢 Empress 这个是女皇。你们拥有某种笼络人心的能力，就是这种笼络人心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人际关系里边的凝聚力。你们在一个团体当中呢，通常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就是如果一个团队当中离开了你，那么整个团队可能会失去主心骨，变得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确定下来，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被有效的组织起来。你们拥有一种控场能力，能够调节一个团队的情绪和氛围，是一个天生的组织者、管理者，就是有你们存在的地方，这个资源会最大程度的向你们的身边和周围聚集。所以说这张牌它其实暗示着你们在事业上面的成功一定是你们要主动的去到一个资源富集的行业和领域，或者说城市当中，才能够把你们自身的这种优势最大化。这种资源富集的领域和行业呢，比如说互联网、金融业，
那么资源富集的城市和地点呢，比如说是在一个城市当中的最核心的位置，或者说商圈，也可能是一个最核心的城市，它富集着周围最多的资源，比如说是一线城市或者说强二线城市。因为人越多的地方，资源越多，机会越多，而你们自身又拥有女皇的特质，所以说你们去到的行业和领域啊，这种资源越密集，你们就能够得到越多的发展机会和这样的一种信息啊，能够帮助你们做出选择的信息也就越密集。那么在事业发展上面，所以说这张牌就是在告诉你们，一定不要退而求其次，在你们能够选择的那些选择里边，选择那个最好的、最有挑战性的，你们最想要去的行业、领域或者说城市。你们的人生适当的有一些挑战和阻力啊，反而会更有利于你们自身的发展，因为你们在顺境当中会躺平，但是在逆境当中反而会崛起。流水在触碰到抵触它的地方的时候，这种活力才会被释放。那么第三张牌呢？高塔。你们的人生可能会经历一个像高塔一样的断档，就中间有一个巨大的空窗期，类似于一个可能是生命当中的滑铁卢啊，或者说遭遇到了某种巨大的打击。但是呢，当你们经过了这样的一个高塔的断层之后啊，会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前半生你们可能是为别人而活，但是在经历了高塔的这样的一种转变之后，会让你们从中觉醒，并且真正意义上的为自己而活。所以你们人生的转折点就在这一次高塔带来的巨大的变化之中。这种混沌和混乱往往能够带来机会。第四张牌呢，星币六。你们在事业上的转折点啊，我觉得可能星币六它本身象征的是一种交易，可能你们会完成一种巨大的交易，签订一个合同啊、契约，也有可能是你们会通过某种商务贸易来赚取差价，掌握某种生产资料，通过售卖某种产品，这个产品它可能是某种具象化的产品，也可以是抽象化的产品，比如说出售你们的知识、经验、认知来收获财富。那么这张牌它涉及到的领域呢，会有电子商务啊、电子贸易、金融行业、咨询行业。那么你们事业腾飞的关键呢，一定是要靠近某种具体的业务层面的环节，掌握某种具体的交易信息，这样才能够让你们在工作上面去直接接触到能够产生现金流的最靠近金钱流动的环节。所以说你们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呢，在事业上面如果要取得成功，要尽可能的靠近某种具体的业务环节。在这个业务环节上，它直接就和这个现金的流动、金钱的流动有关。你们的事业啊，它一定是和你们的财运相挂钩的，这两者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所以说，你们要关注到这个社会上，它的这种金钱是通过怎样的一种方式流动的。去到那个最直接能够掌管或者说处理金钱流动的那个环节，就能够帮助你们，就能够让你们事业成功的几率大大增加。这张圣杯七这张牌，如果你们的事业要实现腾飞的话呢，取得成功，它其实是要具备两种能力的。第一种能力是整合的能力，就是把看似不相关的一些元素整合到一起。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们拥有超强的审美能力，如果你们能够把这种审美能力运用在服装领域，把它相结合，就能够设计出引领市场潮流的爆款服饰。这就是一种整合能力，把不同的元素通过某种特定的方式拼接在一起，运用你们自身的这种能力啊，这种能力它也会需要你们有一个跨界的，就是在两个不同的领域当中的能力把它结合到一起。这是第一种能力。第二种能力呢，它是一种化繁为简的能力，就是你们要能够去把一个复杂的计划
尽可能的精简啊，因为计划越复杂，实现的可能性越低。化繁为简，越简单越容易实现。也就是说，如果你们想要实现什么，那么这个路径啊，一定不要把它想得过于复杂，越简单越好，中间涉及的环节越少越好。你们是拥有这种能力的，就是能够通过不断的行动思考，然后不断的优化某个环节的效率，实现自身个人能力的飞跃。所以说圣杯七这张牌，这些圣杯也代表的是你们对于你们自身所做的这个事情啊，能够不断的去思考，不断的去行动，不断的通过得到的结果反馈，然后不断的优化某个环节，提高某个环节的效率，实现个人能力的飞跃。所以说这个圣杯七呢，它也是你们需要去具备的这样几种能力啊，一个是整合的能力，还有一个呢是化繁为简的能力，第三个能力呢，其实它就是不断的对你们手上所做的事情进行一个反思，不断的优化你们的工作效率，不断的在每个环节上把这个效率或者说把细节做到极致。那么这张权杖八呢，它代表的是你们在事业上的腾飞，还需要你们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去高度的聚焦某件事情。你们要做到既能像鹰一样鸟瞰全局，又能够像狼一样聚焦猎物，将有限的资源聚焦于高价值的区域。那么这张牌暗示着你们在未来的事业上面啊，会找到一个能够全力以赴的项目。当你们确立了这个人生目标以后，你们就会大踏步的往前走啊，势如破竹。你们人生事业上的突破是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的。你们要做好这种准备，就是当机会到来的时候，你们只需要把所有的资源聚焦到一个点上，就能够完成飞跃。那么这张星币四呢，就是你们可能会经历了权杖八的这样的一种跨越性的成长之后，会积累到巨大的财富啊。星币四就是你们会拥有很多的财富，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也是要提醒你们，就是你们的人生只需要付一次就够了。也就是说，当你们能够找到那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做出的一个冒险的决定，帮助你们撬动的巨大的收益之后，要尽可能的保守，不要去胡乱的投资，不要去胡乱的消费，把它沉淀到某种可以保值的资产当中。你们的人生只需要付一次就够了。那么这张圣杯骑士呢，它暗示着你们所涉及到的这种领域啊，它是和圣杯有关的，就是说它和某种情绪的传递啊、价值的传递、信息的传递、知识的传递有关。比如说分享某种有价值的内容，成为一个公众人物、导师，就是你们的行为本身一定要有分享的属性，这种分享的内容能够带来一种正向的情绪价值，它就会让你们的事业开始腾飞。因为你们在创造出一种正向价值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足够的价值回馈到你们。这个世界它一定是等价交换的，就是看起来你们做的某些事情啊，它可能和钱无关，但是钱本身流动的方向和你们创造价值的方向是保持一致的。所以说，当你们分享了某种正向的、积极的、有价值的东西之后啊，这个财富会自然而然的流动、环绕、聚集在你们的周围。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权杖骑士，你们的人生和命运即将在3年之内迎来一次巨大的飞跃。在事业上面可能会有一个重大的改变出现，你们现在正处在一个人生关口上，在接下来会跨过人生的一道坎儿，因为这个重大的改变即将来临啊，你们内心当中可能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和躁动，因为抽到的这张命运之轮啊，说明你们的人生在命运之轮的影响下已经重新开始流动起来了，也就暗示着你们的人生会在接下来的3年之内上一个新的台阶。圣杯女皇这张牌呢，因为本身女皇就暗示着你们会成为自己的主人，也就是说事业层面的巨大飞跃
源自于你们可能会脱离某种过去所依赖的人际关系、组织、机构，然后真正意义上去实现某种独立。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种思维，就是你们会有意识的去经营自己，要么是经营自己的形象，或者说经营自己手上的一个小的生意。也有可能是你们会利用你们自身所经营的形象所带来的影响力去变现。你们拥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就是在一个团体当中，你们是能够利用自身的影响力来取得别人对你们无条件的信任或者说依赖。这张牌暗示着你们事业的腾飞是因为你们能够摆脱一种劳动的状态，就是这个劳动和经营两者之间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因为劳动本身意味的是你们现在正在通过出售自己的劳动、出售自己的时间来换取报酬，但是一旦当你们成为了圣杯女皇之后，就意味的是你们会从劳动的状态转变成为经营的状态。经营就意味的是你们会找到或者说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或者说项目，你们能够把控整个交易的环节，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从劳动的状态当中解脱出来，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 IP， 或者说通过这个品牌和 IP 来变现赚取财富。那么这个月亮牌呢，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朋友们，可能是有一部分人对于玄学、神秘学、星座有一定的兴趣，甚至有一定的研究，可能会有从事这方面职业的想法。因为这张月亮牌说明你们的思想深不可测，看起来年龄不大，但是心理非常成熟。你们的潜意识当中有着一股力量，会把你们推向那些神秘的未知的领域当中，去探索你们内心当中最幽暗、最隐蔽的角落。那么这张圣杯4呢，你们在接下来的3个月可能会被某种突然得到的消息所刺激到，内心当中的某个想法可能会被激活。也就是说，你们接下来3个月所得到的某个消息会影响你们在接下来的3年之内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周期。可能会因此得到一个邀请，阴差阳错的进入到一个新的圈层，从而能够扩展自己的认知和思维，认识到很多新的朋友。也就是说，在这组牌里边呢，关于你们未来人生的发展，它是分阶段的，3个月、3年，乃至于未来的10年，可能你们会迎来一个巨大的风口和趋势性的机会。而这张星币侍卫呢，就代表的是这个机会啊，它其实就在你们的眼前，有一个唾手可得的勋章。可能说你们在接下来会得到一个能够变现的机会，或者说你们刚好能够你们自身所处的能力圈刚好和这个趋势性的机会能够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举个例子啊，就好像是你们的身上带了很多把伞，这个时候天刚刚好下雨，周围的人都会纷纷来找你们买伞。也就是说，你们当前所拥有的这种资源看似是无用的，但是实际上需要某种大环境的改变，才能够让你们身上的所拥有的这种一技之长派上用武之地。也就是说，在未来你们能够通过拥有这样的一个契机来完美的变现。那么这张爱人牌 The Lovers， 它有不同层面的解读啊。在事业腾飞的过程当中，你们的事业线和感情线这两者是绑定在一起的，类似于你们会找到一个伴侣，然后你们2个人同甘共苦，夫妻档创业。也就是说，你们可能会先找到这个人，和他一起在做某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形成了一种深度的利益绑定，也可能是你们在做某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会遇到这个人，然后你们2个人互相成全，你们2个人在事业层面上是互补的。那么这个 Lovers 啊，在事业上面的另一种解读就是，如果你们在事业上想要取得成功，你们必须要拥有一种雌雄同体的思维、竞争意识和形态。假如你们是女生，那么你们就要让自己具备一种男性思维，杀伐果断且现实理性。如果你们是男生，
那么你们就要意识到，你们需要具备一种女性思维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就是懂得变通，懂得换位思考，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乐于沟通。就是一旦你们能够掌握一种对立性别的思维方式，并且把你们自身的思维和另一种性别所带来的思维方式结合在一起就能够让你们具备极大的竞争优势。那么这张教皇牌有一把钥匙，意味的是你们的人生即将会打开一扇新的大门，你们可能会通过这把钥匙去实现一种你们未曾设想过的人生。假如之前你们一直都被困在某个地方，不断的重复着这种相同的生活模式和循环，那么接下来你们会通过这把钥匙去感受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人生体验。而且呢，你们会通过这把钥匙，你们的人生将会拥有无与伦比的灵活性可能会从事某种具有巨大的弹性的灵活性的工作，不受具体的时间、空间、地点的约束和限制，能够弹性的安排自己的生活。你们可能之前一直被困在了某种传统的组织、保守的思想观念里边，那么这把钥匙就能够为你们打开陈旧的思想束缚，把你们内在的灵活性释放出来。所以说这把钥匙它也和你们内心当中的那种渴望有关，正是因为拥有这种渴望，让你们正在策划着某种行动和改变。一旦你们能够把它付诸于实践，你们的人生将会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之所以你们可能在一个传统的组织当中进行这一种非常内卷的竞争，传统的思维就是在现有的游戏规则下不断的延长工作时间，才能够保证自己不被淘汰。但是你们一旦能够从这种僵化的体制、现有的模式当中解脱出来，就能够摆脱这种内卷的竞争。而且当你们适应了这种内卷的竞争机制，一旦当你们去到一个开放性的游戏规则当中，将会拥有巨大的竞争优势。所以说你们必须要清醒的意识到，你们现在是在被一个僵化的体制所控制，把你们自身的能力和天赋束缚了。你们必须要挣脱这样的一种僵化的体制，才能够在命运之轮的转动下实现人生的重新洗牌。也许你们现在人生你们手上拿到的牌不足够好，但是你们可以通过自身的行动，通过自身的策略调整自己出牌的方式，甚至有可能会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游戏规则。所以说教皇牌呢，我觉得教皇本身它象征的是一种传统的力量就是你们不能够遵循，或者说按部就班，也不要人云亦云，不要被一种传统的东西所裹挟，一定要做自己，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想法，这样你们的人生才能够显化出这把钥匙，帮助你们挣脱这种束缚和枷锁。所以说在一个传统的环境下，你们内心当中的某种想法可能乍一看会很疯狂很叛逆，但是生命成长的过程它本来就是一种不顺从的力量，你们就是要不断的在这种过程当中去反抗，去做自己，去成为自己，你们的事业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取得突破。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